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1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19.27，收盘价是409.9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21.13，最低价是在405.3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5231.88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平。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趋合拢，开口变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下影线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或者我们叫回档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拉抬，然后呢便开始了震荡下行。那么下方呢是直到405附近得到了支撑，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在尾盘的时候呢，股价是被拉抬到目前的收盘价，也就是在410附近。因此呢，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留下了较长的下影线。那也就是说，从 K 线的线型来看是有止跌的迹象。但是呢，我们从成交量可以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平，那么比较之前交易日这个成交量也是相对较少的，所以K 线的线型出现了止跌，但是没有得到成交量的支撑。通常止跌的信号 K 线应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也就是在下面会有多头力量进入去拉抬股价，而实际呢，我们会看到成交量不足，因此呢，从目前的 K 线信息和成交量来判断呢，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实际上，目前股价的位置我们会看到它是处在一个多头的回档中。那么一旦回档到目前的这个位置，那股价一定是要去测试20日均线值的。测试20日均线值，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然后继续目前这样一个多头趋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或者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继续下行，收盘价，我们指的是 K 线的收盘价，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那么对于这个多头趋势呢，股价将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那接下来呢，最关键的标志位就是364，这个位置是不能被跌破的。它被跌破，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所以说，目前股价在回档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20日均线值呢将是一个较强的支撑。好，那么我们单从 K 线信息解读，次日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反弹的唯一的可能或者条件就是次日股价要高开高走，并且呢不出现新低，也就是股价一直是在前低，甚至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下沿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说是在这个位置出现横盘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5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收盘价会在409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426附近，
而实际在5月18日收盘价是在409.99，那股价是出现了继续下行。这与我们预测的继续下行啊，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接近，同时呢，当日的走势也是与我们预测的是基本相符的。好，那么目前股价是出现了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5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364。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刚刚说了20日均线值是强支撑，还有一个关键标志位就是384，因为384也就是5月6日这根 K 线，这是一根我们会看到较前一个交易日带有增量的一个低位反转向上的 K 线，同时也是这一波上行的起涨的一根 K 线。那么它的最低是股价回档的强支撑。目前股价回档呢，实际上基本是在这个4根绿 K 的中线附近，虽然收盘价已经跌破这个位置，但是出现了止跌的迹象。次日如果能够回到它的上方呢，那么我们认为这一波回档很可能会结束，也就是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好，那么这是我们说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的2个重要标志位，也是强支撑。那么364如果被跌破之后，第2个目标就是337，然后接下来第3个目标是325，是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来看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不变，是353。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呢，目前5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强压力，也就是在426附近。同时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在421，其实也是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附近。那么这个区域呢，将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反弹到这个地方不能突破比如出现横盘或者出现反转向下，那么股价将会再次去测试20日均线值。所以说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这个位置是强压力。同时还有一个就是438，也就是上方缺口的中线，这也是一个强压力。那么这2个位置被突破，股价才能有可能去测试453。好，453如果能够被重新站上，那我们会看到将会再次出现头高，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接下来第2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5月1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435附近。而在5月18日盘中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我们应该是421之前的位置，这颗线可能是被变动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5月19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在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405，也就是说在次日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反弹或者是横盘的走势。但是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接下来一根 K 线很容易会跌破20日均线值，所以这是我们关注405的原因。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40%的多头仓位，那么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5月11日这根 K 线最高，它的收盘价445这个位置。那么之后呢，我们都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那么到了
5月15日股价是首次，也就是这一波涨幅首次跌破5日均线值，所以在这个位置，这个仓位应该已经是停利出场了。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因为这个4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39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股价到了5月18日收盘价在409附近，那么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虽然是出现了止跌的迹象，但是所有的指标都不支撑这个继续加仓。那么这个仓位到了5月19日，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0均线值，也就是在403附近。那么次日股价的收盘价如果是跌破了20均线值，那么这个多头仓位呢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因为我们现在的仓位已经达到了40%，那么目前的止损实际上就是尽可能的要不出现亏损，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说股价我们停利为什么放在5日均线值，止损要放在20均线值？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目前的40%的这样一个多头仓位，我们初次建仓呢是在4月13日收盘价超过前高，我们会看到它的规律就是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增，这是我们初次建仓的位置。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只要成交量增，收盘超过站上前一日 K 线最高，这个位置是我们的加仓的位置，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加仓的位置，然后呢到这个位置也是我们加仓的位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股价跌破5日均线值，那么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停利出场。然后呢股价我们会看到继续下行，在下行的过程当中，收盘价并没有跌破20日均线值，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停利出场的呢，这个仓位一直是持有的。好了，到了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成交量增，收盘价站上前高，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又给出了加仓建议，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停利出场的仓位呢已经是空仓，可以在这个位置就是首次再次建仓5%，然后呢这根 K 线的收盘价也是加仓的位置，然后继续向上，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的收盘价也是站上前高，成交量增，那么1、2、3这也是我们加仓的位置。所以股价我们会看到目前在这根 K 线跌破5日均线值，应该是即刻我们叫停利出场，然后呢我们等待股价回档成功，再有具备加仓条件的时候我们再进场，或者说是我们继续持有这个仓位，只要股价的收盘价不跌破20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前面的经验就是股价虽然在盘中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但是收盘价始终在20日均线值的上方，所以你可以稳稳的拿住这个多头的仓位来等待更高的获利。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技术上操作建议的一个说明。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前高421到426，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也在它的范围内。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403，包括400整数关口，也就是20日均线值。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前高421，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423到426。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上方435到400
38，也就是缺口的中线，在这个区域。然后呢，第4个支撑是453，第4个压力是453。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第一个支撑是前低405，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403附近。虽然这两个点位很接近，但是我们把它分开来说。第3个支撑是384，在这个位置。那第4个支撑就是364。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5月19日我们给出的预测仍然是分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跌的走势。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08，在这个位置。然后下方呢，最低会到达394，收盘价会收在397附近。如果最低没有到达394，而是在401附近，也就是在400关口上方，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404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8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03，上方最高会到达41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12附近。那么，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0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